像这样的房子呢，我大概在想啊，大概以一个3000左右一年的价格，如果和它租下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应该差不多。差不多哦，嗯反正空着也是空着的。嗯在湘西州花垣县边城古镇的大山深处，我们发现了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。房子总共有3个房间、1个客厅，加上一个厨房，占地面积将近有300多平。房子建得挺好的，但是房子空着，没人居住。我就非常的好奇，这么偏僻的地方是谁在这里建造房子？建造了房子又用来干嘛的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们深入山谷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个当地的大哥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大哥是怎么说的。就是有一条小溪，但是还是常年是流着水的。嗯那这里的环境啊还是挺好的。很多人说叫我去山里面找一些独门独院的房子。今天我们所来到的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地理环境非常的好。看一下，周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。到下雨的时候，背后还有一条瀑布从悬崖峭壁的上方流下来，将近落差有200多米。底下常年都有一条小溪，流水潺潺，小溪里面小鱼小虾螃蟹特别的多。现在夏天了，也到了翻螃蟹的季节。这栋房子我们之前来过一次，当时主人家没在家。今天呢依然是没在家，但是我们找到了主人家的电话。他说这栋房子现在空着，没人居住。如果合适的话，他是想找有缘人在这边给他打理。然后房子呢有3个房间、1个客厅，加上一个厨房。屋顶盖的是蓝颜色的琉璃瓦，房子是不漏雨的。建了将近有6年左右的时间。建好了之后，基本上就是空着的。以前呢，这边是有一个老板在这里养殖那种青蛙的，后面不养了，所以房子以及周边的这些田地呢都空着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门前的位置，主人家呢种上了一些瓜果蔬菜，这边有西红柿，那边有茄子，那里呢还有苦瓜，还有些柚子树。房子呢背靠大山，面朝着小溪的方向，距离进村呢将近是有4到500米左右。底下呢是一个寨子，那边呢当地的邻居都居住在那个位置，所以这栋房子呢是独门独院的。其实最庆幸的，这栋房子呢还修通了公路，车子呢完全是可以开到院子里面的。门前的土地呢将近有10多亩，现在呢种上了玉米还有稻谷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门前的位置那边有些乔木，长得是绿油油的。对面的大山植被啊特别的丰富。其实当我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就被周边的环境所深深的吸引住了。看这边的峭壁特别有形，然后层次感特别的好，然后在悬崖之上还长了很多灌木，太美了，天然的一幅画卷吧。那这栋房子呢，我们上次来的时候，这一间是非常完好的，然后房子空着没人住，主人家呢就把砖墙给拆了，然后把车子停进去了。上次我们来的时候，这辆车还不在的，很可惜啊，把这面砖墙全部都拆了。当时他就说这栋房子没人居住，又没地方放车，给他拆了，放一辆车还是可以的。那其实要把这边砌好的话，要拉一些砖过来，重新砌一面墙就行了。这栋房子我在想，一家人在这里居住还是挺不错的。整个房子的占地面积啊，将近是有300多平，房屋的建筑面积有120到130平左右。这个院坝呢有200来平。
在这里居住可以自己种菜，自己种稻谷，生活成本也是很低的，一年呢可能也就几千万把块钱的一个生活成本就差不多了。当然在大山里面特别的逼近，然后距离邻居又比较远。刚才我也看了一下，这栋房子距离县城将近是有17公里，距离镇上有4公里。这边呢属于花原县的边城古镇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边城呢就是沈从文先生所写的边城。在5·1的时候，这边游客爆满，很多人都说在边城古镇有没有一些独立的房子，想开个民宿。那我觉得这处地方如果打造出来的话，应该还比较满足民宿的一个条件吧，毕竟周边的环境这么好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本地的大哥，在交谈当中他告诉我这栋房子一直没人居住，然后也问了一下他价格，他说3000来块钱左右应该可以把它租下来，我就觉得挺好的。然后天也开始下雨了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走到房间里面带大家一起看一下。这边主人家堆放了很多稻草，还有些柴，到冬天的时候都可以烧火取暖的。整栋房子刚才我们说了是有3个房间，加上一个客厅，一个厨房。那这一间呢，房门是打开的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呢养了一只母鸡，带着一些小鸡，应该是才刚刚孵化出来没多久的。主人家可能偶尔会回来，在这边养点鸡，喂点食物。整栋房子的一个进深呢，将近是6米左右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房间的宽度啊，将近也是20多个，接近30个平方。墙面呢已经刷白了，地面呢做了水泥的硬化。楼层的高度啊，将近是有2米多。在屋顶的位置，用 PVC 材料做了一个吊顶。然后再走过来就是厨房的位置了。这栋房子啊，目前是通水，但是线路的话，也就是电线的话，前一段时间应该是断了，要重新接一下就可以居住了。这个厨房的位置呢，也是非常的简陋，现在堆放的有些生活的物品，那边呢有个鸡笼，这边呢是打稻谷用的一些机器。以前那边呢做了一个灶台，在那边炒菜的。整个这个楼层高度呢也是2米多，这里是一个斜面的屋顶。这个厨房里面呢也全部刮上了大白墙，地面呢也都做了硬化。当然啊，在这里居住还是要添置一些家具的，要不然这个生活物品呢实在太简单了。这块位置呢，主人家是种了一些瓜果蔬菜，看整个院子呢都种满了。我在想啊，在门前还可以适当种点花花草草，可以绿化一下整个院子，一户美美的田园小院，想想啊，都是美好的。哎呀，还是太喜欢这个大山了。哎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座房子。看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，在那悬崖峭壁的上方，我们发现了一栋好像是玻璃房啊，就建在悬崖峭壁的边上。那这条路是怎么上去的？又是谁在上面修建了这样的一座房子呢？下个视频我们想个办法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